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8月25号，星期二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拜登看的病毒报告没有结论，然后呢，我们讲分析一下吧，分析一下。第二个，香港民主党的艰难选择，我们要讲一下香港问题，好久没讲，但今天我要讲一下。先讲讲这个病毒报告中国过去一个星期以来的疯了，都基本上所有的媒体动员所有的媒体资源、外交资源在做这件事情，可能他们对病毒报告没把握啊。那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因斯在限期之内向美国总统拜登提交了这个病毒调查报告。这不是溯源报告，溯源报告是个科学报告，这是个情报机构的调查报告。那么拜登总统24号阅读了这份报告，美国的媒体放出消息说报告没有最终结论究竟这个病毒是来自自然界还是实验室的泄露这个结论和这个情形和我们之前的预判基本吻合当然这不是我们厉害而是形势本来就是这样。阿富汗事件发生之后，整个形势发生了变化，我们只是顺着形势推导出一个这样的可能性那的确它就是这么发生。华盛顿邮报8月25号引述2名知情的美国官员说了几点。第一，尽管分析了大量的现有的情报并寻找新的线索，但是情报机构仍然没有达成共识，就是对结论达成共识，这是第一。第二，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科学问题情报界不一定具备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条件这是推辞，这是托词那么情报部门有能力收集一系列外国行为者的信息，但是他们不一定准备好深入研究全球健康数据集，他当然不需要，情报机构是不需要，但是情报机构可以找专家去分析所以这个说法并不成立并不成立。病毒基因演化专家已经断定，病毒几乎可以排除人为生化武器设计，因为病毒具有在许多其他冠状病毒身上能够看到的几个自然特征就是这不是为了做生物武器而设计的这个病毒这是一个。然后这个报告将会在日内解密并且公开那么这是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这是一次深入探讨病毒源头的问题，但中国不提供数据集，调查只能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也许不会知道真相。第二，只要有中国分享的实验室记录、基因组样本和其他数据，才能进一步阐明病毒的源头这是一个托词这也是托词。纽约时报国家情报总监艾薇尔在他的领导下，艾薇尔海因斯的领导下，情报部门和科学家合作，希望能够了解目前以及未来会流行的疫情。不过由于病毒源头的报告仍然属于机密，官员不透露情报人员发现的证据然后白宫新闻秘书萨奇在8月24号记者会上没有主动提到这个拜登已经看过了这份病毒调查报告所以我尽量的说叫病毒调查报告，而不是病毒溯源报告。那么在场的记者也没有问这份报告，大家都在问阿富汗的事情，问这个贺锦丽访问越南的事情然后国家卫生院院长柯林斯8月23号出席一个 CNBC 的一个节目说2点。第一个，武汉肺炎病毒没有人为刻意制造的迹象，
但这并不代表病毒不可能与实验室无关，这第一个。第二个，拜登总统下令情报机构8月24号前提交报告，所以可以看看他们明察暗访之后能否想出更多与这个病毒起源有关的见解。这会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星期啊，这是柯林斯的观点。我们回溯一下这件事情啊，今年1到2月份啊，这个世卫派出一个专家组去武汉，然后去进行2个说法啊。去之前，这个调查小组、专家组被描述他的任务是溯源病毒溯源调查。去了之后，这个专家组自己说他们是来跟中国专家合作的。这个说法是有变化的。然后是3月30号啊，3月30号，世界卫生组织在武汉发布这个病毒源头的报告，然后用这个极不可能来形容实验室泄露的说法，然后说这个通过动物宿主直接传播给人类属于可能或者比较可能啊。这是第二，就是关于那份报告啊。第三，拜登总统是在今年5月份5月23号，下令这个要求情报机构在90天之内提交报告，围绕着这2种可能性，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那么这份报告啊，今天来看，今天从新闻报道的情况来看，美国情报机构提供的报告并不能够给美国总统一个明确的结论啊，但是我相信这是假的，他们肯定已经有结论，只是不说而已啊。那么拜登曾经透露，2个情报机构倾向于病毒是由人类受感染的动物而接触而产生，第3个机构则倾向于实验室事故啊。那么这个情报总监海因斯6月份在接受这个雅虎访问的时候，他说了几件事啊。第一个，那么有美国多个情报机构的几十名分析员和情报官参与这次病毒的调查报告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已经部署了一个小组来测试分析出来的各种假设，确保从各个角度对情报进行审查。第三个，希望能够找到确切的证据，但要做到这一点是有挑战啊。第四，情报机构有可能无法解开这个谜团，这是先打一针，当然都给自己留好后路。广东话、香港话叫脚后备打泥啊。那么，拜登在7月份首次访问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时候就说，美国需要一个更强大的小组来追踪这个病毒，那也需要增加队伍的成员，特别是拥有重要科学能力的人才，这是拜登说法。然后科学家杂志《自然》杂志6月7号发表一份报告，报告作者支持人畜共患病的理论啊，指出在疫情大流行之前，就疫情之前，武汉17个市场上出售了38种动物，那么许多动物的卫生状况很差啊，那么已知的携带人畜共患病的情况，然后病毒基因组进化专家也确定，病毒几乎不是作为生物武器而设计。那么，即使是赞成自然起源的科学家也说，没有确切的证据的情况下，不可能排除实验室事故导致爆发的可能性。这是第6。第7，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7月15号公开提出那么希望中国支持对世卫第2阶段调查，那么予以配合，提高知名度啊。这是谭德赛
第一次正式的向中国提出一个这样的要求，希望中国配合这个溯源调查。然后，中国卫健委的副主任曾益新在7月22号的记者会上公开拒绝世卫组织的第2阶段溯源调查。然后，这个世卫的发言人在8月13号在联合国的一个简报会上公布，成立了一个叫新型病原体起源国际科学咨询小组。这个小组在这个将会继续对武汉肺炎病毒的溯源进行研究，当然它也包括其他的这既然他说的是一个病原体嘛，那就不能只研究武汉肺炎病毒也包括其他的病毒。然后第10那么丹麦的一个国营电视台叫 TV2，播出了一个电视片，访问了丹麦的专家叫恩布雷克。恩布雷克就是世卫组织1、2月份去武汉的专家组的组长，对他做的一个专访。他专访2点，他说了2点，这2点大家其实都预计得到。第一个就是中方的研究人员反对在报告提及这个武汉实验室那么中方的人员认为不可能也不必要把时间花在武汉病毒研究所上然后极不可能的这个字眼是中方的要求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提出一种可能性说什么呢？说实验室人员在野外采集样本后，不慎把病毒带到了武汉。这既可能被认为是实验室外漏，也可视为蝙蝠直接传给人类。这种可能性就是满足2种可能性，就是一个是这个自然界发生，另外跟实验室泄露有关那这个中国方面就继续大力反弹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陈旭8月24号致信谭德赛这个世卫组织总干事，重申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病毒极不可能，是中国与世卫溯源联合调查得出的明确结论。如果坚持认为实验室泄露不能排除，就应该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美国 Fort Detrick 就实验室和北卡大学展开调查。那么他提出这2点。然后其实呢，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8月25号的记者会也提出对这个美国德特里克堡和北卡莱纳大学的生物实验室进行这个调查中国就开始反制。大体上就是这样，整个今天的发展就是一个这样的阶段我们来评价一下第一，拜登总统手里一把好牌打烂了打烂的原因核心就是阿富汗撤军事件这基本上从拜登总统上台到现在苦心经营了半年多的这个国际形势这个国际形势慢慢的已经转变了的国际形势，广东话叫一 Q 清袋就是一把输完所以这个美国现在的好局一把好牌结果打烂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美对抗原来是一面倒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看到很清晰2点，美国正在和他的盟友集结美国的盟友慢慢的向这个美国靠拢，形成一个统一战线。那么中国方面呢，陷入了空前的外交孤立，原来是一个这样的局面。那么现在呢，势均力敌所以形势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原因是什么？原因是阿富汗撤军事件。所以我之前的节目讲，阿富汗撤军事件
是中国对外战略的一个灾难，你可以看到影响就来了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报告没有结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几个。第一个，拜登政府不想在现阶段和中国摊牌啊，这是第一个。我还是坚定的认为，拜登总统手上有很清楚的结论是什么？美国情报美国情报部门不可能啊，在1年多之后还搞不清楚事情的方向，那就应该把这些情报机构的头子全部炒鱿鱼，一个都不留，包括海恩斯。你想一下，疫情去年1月份爆发，现在都已经是8月份，8月底了，美国情报机构到现在还得不出结论，你说养这帮饭桶干什么？对吗？美国纳税人花这么多钱养的这些人干什么？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如果美国情报机构真的到现在还没有结论的话，那真的要炒鱿，全部炒掉。这是第一个，所以我还是坚定的认为，拜登政府这么拿出一个这样的报告，反映的是什么？他们不想和中国在这个时候摊牌，这是第一。第二，就算是美国政府现在想跟中国摊牌，摊牌意味着什么？摊牌意味着对抗的这个强度上升啊，一下子就上去了啊。你想一下，美国死了这么多人，全世界死了这么多人，因为疫情。如果美国有一份报告说疫情来自中国，这是第一；病毒来自中国，这是第一。第二，中国政府在疫情初期处理失当，处理失当。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去查一下，很清楚。武汉当时武汉机场已经对国内的所有的航班都停掉了，但是国际航班没有停。这是什么？这是恶意的吧？我把它理解成恶意的，没有错吧？那么，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美国的这份报告讲得很清楚，中国政府在疫情处理的初期，第一隐瞒，第二撒谎，第三有恶意，那你想想，这个后果是什么？那后果肯定是全世界群情汹涌啊。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现在情况当然，中美之间的对抗也会升级。当然你作为一个美国政府，要维护美国利益，维护美国人民的利益。美国的调查报告已经很清晰的讲，中国干了这些事情，美国政府无所作为，美国人民也不能放过他，对不对？所以，如果那份报告是一个这样的结果，那意味着中美之间的对抗马上要升级。美国政府必须采取措施，必须采取报复措施吧？啊，我们不说它是一个战争行为，但它肯定要付出代价，这个毫无疑问啊。那如果发生了一个这样的局面，在现有的情况下，美国能不能得到他的盟友的全力支持，没有保留的支持呢？我们讲过很多次啊，美国在疫情追责上面有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必须得到国内民意的支持和民主、共和两党的支持，目前这是没问题啊，这是没问题，美国民意是支持的。共和民主党、共和党都是支持的，但是第二个前提是，美国必须获得盟友的没有保留的支持，以这两点为前提，美国才能够追责，美国才能够在国际社会上推动这件事情，否则是推不动的啊。那现在这个情况之下，显然拜登政府的评估应该是这个时候不适于美国也没做好准备，拜登政府没有做好准备，美国没有做好准备，然后美国的盟友更没有做好准备。阿富汗之后，这个局面已经乱成一锅粥了，这个时候不适于开打另外一条战线。所以你可以看到，阿富汗事件的效应立竿见影，看见没有？马上就见效。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美国现在急需做什么？
第一个，赶紧把阿富汗事情摆平啊，搞定它啊，搞定它。现在就是拜登政府在这件事情上吃力不讨好啊，辛辛苦苦，现在拉这么多人走，到底该怎么样啊？这件事情老实讲，真的处理的太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止损。你到底走还是不走？你又想按照期限走，但是呢，又发现人拉不完，拉不完呢，又跑着去跟塔利班谈，说我延期行不行？塔利班上来就说不行，不行就灰溜溜的说，又灰溜溜的回来讲，哎呀，他说不行，那我们就按时走吧。然后美国国会讲，如果你人没撤完，你不能走，那现在怎么办？讲的不好听，真傻逼了吧？你干嘛去跟塔利班商量？有什么好商量的？我说不走就不走，你还能怎么样？你还想打吗？这是什么态度啊？这像一个大国的，这像一个大国吗？这像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态度吗？所以，拜登政府现在阿富汗的事情还没搞定，还是一团乱麻，没有梳理清楚呢。所以呢，在这个领域，美国现在最需要的把阿富汗事件摆平。阿富汗事件非常清晰的反映了什么？反映了拜登政府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缺乏这个拿主意的人，没人拿主意，拜登总统也拿不了主意，总是想呢把事情呢，就是用最小的代价办成，但是呢，其实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这件事情，让人非常失望。所以美国现在需要第一个尽快的搞定阿富汗，止损，在政治上止损。如果你只考虑政治，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你付出的政治代价就更大，这是一件非常简单的道理。但是你会发现，美国的政治家永远搞不懂这一点。你在无数的事情上都看到这一点，总是奔着政治去办事，结果事情没办好，政治代价付出的更大，一直是这样，没有人吸取教训。但是呢，在这件事情上呢，中国也别太高兴，没什么高兴的。为什么？美国一定会在香港、台湾和其他领域对中国更强硬。为什么？他要修补形象啊。所以这件事情，中国也别高兴的太早，好吧？大体上现在的情形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形。我有一个老实说这个环节啊，今天我就安排个老实说这个环节，讲讲这个两届政府吧，从川普到拜登啊，那么美国的对外战略基本上让人失望啊，川普就不用说了，川普没有对外战略，川普就是一个纽约街头的一个富二代，啥都不懂啊，他就是有想法啊，脑子里都是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呢，他不明白，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有缺陷。川普是一个对这个世界认知有缺陷的人，拜登是个老政客、老政治家，非常有经验，非常圆滑，也很有行政能力，但是计算的太多了，反而不定能成。从川普到拜登，反映了几个共同点。第一，缺乏远见啊，缺乏对历史的这种眼光，这是第一，他们两个共同的特点。第二，政治利益驱动，他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政治利益驱动型，就是说在很多事情上面，他不是真的奔着事情去，他不是奔着事情去，他是奔着政治去。
当然，政治家你政治驱动这无话可说，但是政治家你不能只讲政治驱动。如果你只讲政治驱动，意味着什么？你好多事情会办砸。你光喊口号，只做那些能有政治效应的事情的话，很多事情你办不成。像美国一个这样的大国，一个世界领袖，你要考虑，真的要考虑全球战略。你从这个川普到拜登没有全球战略，你可以看到拜登的全球战略其实来自于什么？布林肯，拜登自己也没有全球战略，没有全球眼光，都是喊口号。从川普到拜登都是喊口号，川普是喊口号，川普的口号比较实诚一点，比较乡土，比较接地气。拜登的口号比较高大上，仅此而已。但是他们都在喊口号，做事情不行啊，做事情真不行啊。然后就是国内分化，都在做国内分化的事情，都在往两头跑，没有人去把国内的分化弥合，这是现在美国最大的问题。然后就是我上个节目说的，美国这个骨子里的孤立主义，所以美国是最不适合当国际领袖，美国是真不适合当国际领袖。你去想一下，就是当全世界其他地方对他没有什么影响的时候，他真不觉得他需要管国际事务。你看拜登总统差不多也是这样，拜登只是在修补川普的美国优先战略的这个后果，擦屁股给他擦屁股而已，他也没有国际战略，没有国际战略，就是政治计算。还有一点就是美国的这些政治家，好了伤疤忘了疼，都没有吃亏，不断的在吃同样的亏，不断的在同样的地方摔倒。对苏联这种集权国家，他这吃了无数的亏，还没搞清楚集权的特征是什么，还没搞清楚怎么去对付集权。现在碰到一个中国，翻了个样子搞市场经济的集权，他就搞不懂了，他又在重复原来的错误，所以就好了伤疤忘了疼啊。基本上你可以看，从川普到拜登都是这个样子啊，我真的不欣赏，真的是不欣赏。这是第一个，就是美国的对外战略。美国的对外战略啊，你没有看到一个政治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政治家具有这个远见和历史眼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从江泽民到习近平啊，中共苦心经营了40年，对外开放、改革开放的事业啊。习近平也是一 Q 清代啊，一 Q 清岛啊，也是把他一下子给搞定啊。那么这个怎么说呢？美国不用动手，习近平帮美国就动手，把这事情全部摆平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在国际事务上节节得手啊，不断的得手，各种得手，就靠一条，其实就是一条，目标导向，没有底线，就是这一条啊。之前没有钱，现在有钱，有钱呢就用钱，钱的力量很大啊。然后中美对抗呢，这个实力悬殊，美国的实力大很多，但是呢，最终你可以看，搞来搞去都是打个平手。为什么？不是很多人讲啊，美国是什么什么有道德底线啊，什么什么都不是，都不是。唯一的原因是什么？美国没有下决心。你看你怎么去看美国有没有下决心啊？你看美苏对抗，美国是下了决心的。下决心，什么叫下决心？就是要干翻苏共。如果美国没有把
中共作为他干翻中共，就推翻中共的政权，作为他的战略目标的话，美国都没下决心。所以你从这一点来看，无论是川普还是拜登，他都没有下决心。所以为什么美国搞来搞去，搞来搞去，你看，今天翻个跟头，明天高水跳台，做各种花式表演，都是演给美国人看。说啊，你看我这对抗美国人，你说要对抗是吧？你看我对抗给你看，今天又翻个跟头，明天又翻个跟头，后面不行，你不想看翻跟头，我就跳个水，走个平衡木，托马斯拳旋，干这个。只有当美国政府把推翻中共的政权放到他的对华政策的核心的时候，哎，美国政府下决心要对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就用这条来衡量就好。你怎么说？你想想看，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上来讲要去调查美国的实验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这样的话，美国政府完全不反应，你想想什么？这想翻脸吗？我要是美国总统，我直接让这个大使回来，不去了。我骂句脏话行吗？他娘的把我们毒死了这么多人，全世界毒死这么多，美国死了这么多人，居然要来调查我们的实验室，疯了吧？这是美国总统吗？美国总统说我要跟中国对抗，这不是狗屁是什么？这就是狗屁啊！你能让中国的外交部，你能允许，你能容忍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说我要去调查你们的实验室？这是叫什么？这叫打脸，打脸打得那么响，你都没反应，你这样讲对抗，对抗个屁！所以呢，川粉也不用高兴，说啊，这个川普在的时候，美国哪敢干这个？你要是敢吗？你看看川普干过什么？没有一项政策 deliver， 也不用讲表扬他。总结一下，你可以看得比较明白的是什么？两点。第一个，相比较而言，拜登的以民主人权为外交政策的中心，这个政策，这个战略，这个战略老实讲呢，很民主党，很花架子。有没有具体的战略？没有，我没看到。老实讲，布林肯的那一套东西呢，就是翻跟头，没有别的。不拿刀，不拿枪，就是翻跟头。啊，大家我们一起，我不跟他玩，我们一起不跟他玩，就是搞这个。川普政府的这个脱钩战略呢，老实讲，真是厉害。这个会，这个会更聚焦，更痛。这真的会让中国很痛，中国很害怕这个脱钩是中国最害怕的。但是，川普总统自己不懂。我讲的是川普政府的脱钩战略啊，不是川普总统的。川普总统这根本就不懂什么叫脱钩战略，他只是觉得中国赚了我便宜，但他不仅仅觉得中国占了我的便宜，他觉得全世界都占了我的便宜。他是个这样的人，他就是出去，他当总统，他还得身上背着几十块钱小费，抠抠搜搜的拿出100块钱来给别人的那种人，他就这种人，就是小气鬼，讲的不好听，就是吝啬鬼。川普就是个吝啬鬼。这个政策呢，其实是最狠，这个政策是最狠，就是他的那些幕僚制定的这个政策是最狠，中国是最怕的。但是美国也要付出代价。拜登不用这个政策的原因是什么？他不想付出这代价。但是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你想把事情办到有利到位，你就必须付出代价。那么，拜登不用这个战略，非常可惜。拜登现有的战略已经破产了，因为他发表那番讲话，那番电视讲话是一个没有川普的美国优先战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川普现在的对外战略是在解体当中，在解体当中，这就是现在的形势，就现在的形。我高度评价川普政府，川普政府不是川普总统，川普政府的脱钩战略，但是这个脱钩战略现在被放弃了，变成了小院高墙，小院高墙都变成了什么？我在那个节目当中我讲，小院高这个，中国又批准给这个华为给他卖芯片给他，说是华为这芯片不是用在手机上的，是用在汽车上的什么什么，这叫什么？这就是美国政府的特点，虎头蛇尾，好了伤疤忘了疼，一不小心就被人搞定，你三瓜两枣就给哄，就是这个特点。所以我也无话可说。所以，反共义士们，我觉得你们别抱太高的希望啊！我看到的情形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形，四个字：一塌糊涂。中国一塌糊涂，美国也是一塌糊涂，都是一把好牌，把事情打烂。好，我们讲讲这个香港吧。香港好久没讲，我得讲两句啊。香港呢，现在就9月份立法会选举，那去年港版国安法，其中有个目标，就是为了这个9月份的选举，立法会选举。那么港版国安法之后啊，意味着中国放弃了一国两制，放弃了对香港人的承诺，啊，放弃了中英联合声明。中英联合声明他早就说那是个历史文件，他根本不打算遵守。那现在聚焦在哪里？聚焦在9月份的这个立法会选举。立法会选举呢，当然为了应对这场选举，中共干了很多事情，啊，不改变了这个整个立法会的结构，这个议席选举中间还加了个什么呢？加了一个这个筛选机制啊，还有一个人坐在门口啊盖章啊，这个人你要去选。我得盖章啊，所以呢，现在有个议题，什么议题呢？民主党是不是参加今年12月举行的12月举行的这个立法会选举，成为焦点？那么今天很搞笑，我为什么要讲？我原来从来不打算讨论这个议题，因为我认为这不是个议题，结果今天居然变成了一个议题。中华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发表一篇文章，叫《民主党的死证和活路》。他跟民主党说：“你要是不参选的话，你就死路一条，啊，意思就是等等，讲了一番话啊。这个侨联是什么？侨联当然是一个统战机构了，统战机构，国务院侨办管国务院侨联，国务院侨联就是出来说话的那个人啊。然后这个林郑月娥今天跑出来讲，他说一个政党有很多党员。”但又不议政又不参政，就会怀疑它有什么价值。所以，如果一个政治组织来说，从今以后不再参加香港的选举，就不再进入政治体制来论证，这有点奇怪啊！讲了一堆这样的话，意思就是民主党你要参加，然后这个民主党的主席跑出来讲了一番话，讲什么呢？他说我们最终是不是参选？留下个月我们要开一个会员大会、党员大会，按照政治形势、按照风险和未来发展的评估，由党员来决定。他说我不会简单的说一个政党不参与选举就不等于它不是个政党或者没有任何价值。我就不讲那么多了，简单的说吧。去年这个中共褫夺了4名这个民主派议员的资格，当时就总辞，民主党就留了一个人在里头，我当时就非常的愤怒啊！为什么要留一个人在里面？就是你还是要维持跟当局的关系嘛，不想翻脸嘛。别人都已经在干这样的事情了，你还翻脸？民主党就好像现在就面临了一个很艰难的选择，这是个艰难的选择吗？如果这是个艰难的选择，就说明民主党有问题啊！
说明什么？说明我今天真的很像骂人啊！你他娘的还有幻想啊！你还打着小算盘。民主党历来从香港回归到现在，民主党历来干这样的事情，就是在关键的时候，共产党扔根骨头给他，他娘的他就跟着跑了，就是一个这样的政党。现在又在这样，别人都已经把桌子掀翻了，都已经翻脸了，对香港人翻脸，对全世界翻脸了。你他娘的还拿着碗站在那门口等着他开席，什么情况？中共在香港去年实施港版国安法，已经破坏了基本法，破坏了一国两制，破坏了他对香港人的承诺，对吗？你参选意味着什么？你参选就意味着你接受这个政局，你能接受这个结局吗？你能接受这个安排吗？如果你能接受这个安排，那你就去参选；你不去参选，你就拒绝拒绝这个选举。卢文端这篇文章其实非常清晰，讲得非常的清楚。你必须，这就是共产党，共产党是不允许你不参与的。你要么是我的要么是我的顺民，要么就是我的敌人。他其实讲得很清楚，你要么是我的敌人，要么是我的顺民。你不当顺民，死路一条，就这个意思。你去参选，你就是当顺民，当顺民你就要接受他的一切，接受中共在香港做的所有的一切。这是个什么？这是最大的政治，好吗？民主党连这个这么大、这么简单砸在面前的这么大的一块巨大的石头都看不见，你瞎了吗？真的是，你还是个政党吗？连这点政治觉悟都没有，你怎么当一个政党？中共现在在香港挖地三尺，改变香港的根基，所有的事情都在做这件事。其实，现在在香港发生的这些事情，已经不是街头抗争能够改变，它都是挖地三尺，改变香港的根基。香港人做的最好的反抗是什么？香港人最好的抗争和反抗是什么？第一就是离开，把房子卖了，把钱人一起走。中共最怕这个，这是最好的反抗。还有一个，你不走，你就不要跟他合作，就非暴力不合作，不能够呼应他，你还跑着去参加这场完全没有民主性质的选举。民主党要是去参选，香港人都不要投他的票，都不要去投票。为什么？因为这是一场假的选举，这是一场欺负香港人的选举，香港人都不应该去投票，何况你真的还去参选，神经病！骂完了，我今天的结论就是这个，我就要骂这么多。好吧，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好吧，好，明谢 Patrick 长，谢谢唐伟，谢谢若草，谢谢。观点：如果没打算摊牌，就不应该提出要公布报告的事情，大肆宣扬却不了了之。这是我之所以觉得这个报告毫无意义的原因。类似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以前出现的够多了。为什么要这么干啊？这么干其实是一种政治手腕，因为中间有这么长时间，3个月的时间，在3个月的期间，他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实际上呢，因为这是个政治压力啊，在外交上是有压力，那么利用这个政治压力，它可以实现一些外交目的。但是你可以看，在这3个月之间，美国有没有实现任何战略目的？没有。所以这个报告，这个网友说的对，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它没有实现任何的目的。
观点不摊牌，没办法凝聚盟国民意的力量，同时损坏美国政府的信誉。基本上这一连串的事件应该令民主党很头痛，甚至影响自己在国内的民调，还真的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令人着急。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倒不至于，但是肯定这一系列动作都是不成功的，都是不成功的。我之前表扬拜登政府的团队，他们比较专业，当然是相对于川普的草台班子而言啊。那当然，草台班子也有很多不错的人，但是他的那个班底的确是不大怎么样但是相对而言，川普的团队比较专业，但是这些专业的团队却办出这一些烂事来，真的让人很失望。观点：拜登的策略逐渐明确，不搞对抗，圈好自己的朋友圈一起玩，建起院墙，与中国继续不冷不热，拉开距离但不彻底决裂，不再像几十年前那样试图改变独裁国家。最初以拜登在缓和局势，以其积蓄力量，在适当合适的时机出手，但目前来看，他只是想建个院墙，不打算打出去，这只是误判。院墙阻隔不了独裁者的脓血流向民主国家，他们也许只有再次流血才能明白，不向独裁者开炮，炮火早晚会烧到华盛顿、纽约、伦敦、巴黎、柏林。这个事情我讲过很多遍。你不打算在香港开火，你不打算在台湾开火，你不打算在缅甸开火，你不打算在阿富汗开火，那你就要在关岛开火，在珍珠港开火，最后你可能要在纽约开火，在华盛顿开火，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这么简单的道理，你把历史拉到眼前来看一下，你就会很明白，很简单。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中国需要西方的资金，需要西方的技术，需要西方的市场，所有的东西都在你那里。他站在他那儿管什么用？没什么用的，他必须跑到你那里去，他必然会跑到你那儿去，要你的这些东西。所以你不在那边开火，你就要在自己院子里开火。你把院墙建起来，我就在这儿干我自己的，行吗？当然不行，他会翻墙进来的，傻子。观点：这份病毒报告已成鸡肋，最多是敦促 WHO 继续调查，但中国依旧不会答应。从阿富汗局势看，中国已经看透了本届政府的无能，以后只会变本加厉，恐怕在今后几年不会指望美国能够遏制住中国的扩张了。唯一的希望是希望中国开倒车，继续加速犯错。不要贬低美国。我不喜欢贬低美国，为什么？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美国是个伟大的国家。这些执政者会犯错误，会有误判，但是这一点都不妨碍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也没那么容易对付美国啊。提问：一直很不解，请问王老师，既然没有结果，拜登3个月前为什么下令报告？不是打自己的脸吗？他有结果，你还听不懂吗？我讲过很多遍，他手上当然有美国情报机构给他的正式的一份有明确结论的报告。你看他拿出来讲的肯定是给大家看的报告，给大家看的报告，他看着形势来办。这个形势来办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他想翻脸，就出一个有明确结论的报告；他不想翻脸，不想摊牌，就给一个没有结论的报告。我讲了这么多遍，你还听不懂吗？这就是政治的操作嘛，对不对？我都说过1万次了，美国情报机构1年半之后到现在还没有任何的东西，这些情报机构的负责人全部都应该炒鱿鱼。为什么要讲这个话？他们如果连这点能力都没有，
混什么混呢？每年拨那么多预算给他，对吗？养那么多人干啥？不就是干这些事情的吗？你以为干什么？观点：拜登的阿富汗政策似乎让美国陷入了一步错步步错的局面，那也不至于。美国可以改过来的，改变政策并不很复杂，美国完全可以改变他的政策，只是拜登总统不想改而已，不会一步错步步错。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步错步步错的事情，一步错可以改，二步错也可以改，每步错都可以改。当然，你所有的步骤全部都错了，你就没得改了。步步错的结果是你在所有的领域都犯错了，那你就步步错呗。观点：2年搞不清结论没什么奇怪，美军在阿富汗待了20年，最后撤退的时候溃败，要不是政府里所有人都烂了，考虑到阿富汗投那么多钱，结果是这样，没有比这更无能的事情，要不就是拜登无能。怎么说呢？我不认为阿富汗这件事情是很多人认为美国撤军这件事情的决定是对的，这件事情撤军这个行为本身是错的，就是这事儿没办好，这领导的决策是对的，但是这个事儿没办好。我的看法正相反，美国撤离阿富汗本身就是错的，这是第一个。美国在没有干掉塔利班之前就撤军是不对的。美国撤军可以先把塔利班干掉再说，再撤军。如果在这个前提不是以这个前提为撤军的话，美国这20年就白干了。所以，美国撤军是决策错误，而不是撤军本身错误。撤军本身当然是个办得很丑，样子很丑，但是样子很丑的原因在哪里？样子很丑的原因就是你没有干掉塔利班，然后你就走了，还跟塔利班签个协议，然后你就走。所以阿富汗人就哭着喊着说：“我也要走，因为塔利班要回来。”听得懂吗？这件事情的本质是这个。这件事情的本质是这个，就是从哪个开始？从奥巴马开始到川普，川普也没干什么好事，川普跑着去跟塔利班签个和平协议，你不是说川普很 tough 吗？tough 个屁 tough，这叫 tough。去跟一个联合国认定的恐怖组织签一个撤军协议，什么情况？你脑子进水了吗？然后拜登总统，你应该上来就应该搞清楚这件事情状况，你应该把这个和平协定扔掉，把塔利班干掉，然后你再来撤，干不掉吗？ISIS 都干掉了，塔利班干不掉，什么情况？塔利班能跟 ISIS 伊斯兰国比吗？没法比吧？可是你为什么干不掉呢？你没下决心干这件事情。所以阿富汗这件事情，不是撤军这事儿没办好，不是事情没办好，是上来就是决策性的错误，大家才会看到电视那个节目，那一场，美军从伊拉克撤军怎么样？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嘛？为什么没问题？为什么阿富汗有问题？不就是你没打败他吗？这么简单。所以撤军不是事情没办好的问题，是决策的问题，根本问题是决策问题。观点：拜登撤军明显手忙脚乱，那些武器按计划要么拉走，要拉不走的原地销毁，这才是美军的标准作业程序。我就说过，在这件事情，从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到他的国防部长，到他当地的指挥官，全部都要撤职。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道理都看不明白吗？这会变成一场灾难。什么灾难？结果拜登不单保他的团队，还跑出来讲了一番美国优先的言论。他的所有的盟友看完这场演讲，都觉得你走你的，我干我的，这就是后果。犯错没关系，
一步错步步错，一步错不一定步步会错。就是说你犯错没问题，但是当你犯了错，看到后果的时候，你得赶紧去要搞清楚错在哪里。从阿富汗撤军本身这个决策，就是在保留了塔利班的前提之下撤军是个错误的决定，从一开始就错误。观点无论政治如何操作，本质都是跟着钱走，跟着利益走。哎，这就是共产党洗脑洗了几十年就是这样。如果人只讲利益的话，你就回中国，中国那里边只讲利益，人不能只讲利益，讲利益也要讲理念，这才叫人。人的本质是利益和钱，利益和理念相结合的。观点：阿富汗撤军是拜登一意孤行，那也不能讲。奥巴马就要撤，这个川普跟塔利班签了一个和平协定，这不是拜登一意孤行啊。观点：美军从阿富汗撤军的大方向是对的，只是在撤军的时间和策略上制定的太菜了。阿富汗不单是帝国坟场，也是政府的坟场。早在铲除拉登的时候，美国就该撤军，拖到现在，就算撤军，也得先撤非军事。哎呀，这个川普的那个声明，你还真把它当回事儿？小孩子都知道好吗？还用你说？非常，怎么说呢？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吗？我不讲，你自己再去看，到底这件事情的灾难在哪里，好吗？我不说。观点：即使冷战期间，美国也是守势为主，基本上没有进攻姿态。不要说越战失利，古巴导弹直接威胁到美国本土，国内反战、人权问题、内政外交造成的危机从来没有消失过。美国是否一定要保持强势攻势，见仁见智。你到底是什么观点？保持强势攻势，嗯，怎么发生的越战？怎么发生的越战？如果美国不去进攻，会有越战吗？我不知道你这个观点从哪里来。导弹危机是美国处于守势吗？导弹危机当时是什么情况？我觉得你这个为了强调你的观点，罔顾事实了吧？导弹危机，苏联灰溜溜的在美国监视之下把导弹运走，什么情况？什么情况？美国人，我跟你讲，美国人是个很骄傲的民族，美国这个国家的美国人民是非常骄傲的。美国是处于守势，你疯了，他处于守势，他能把苏联干翻，真的是，我不同意啊。观点：以我所在的汽配行业为例，目前美国很多公司都面临供应链的问题，从几十人的小公司到上千人的大公司都严重缺货。我也和东南亚的工厂联系过，目前他们的供应能力还跟不上，而且成本也不比中国低。如今美国经济恢复的一个限制就是供应链的问题，中美对抗的一个关键点就在供应链。如果美国真的下决心干翻中共，那么美国一个发力点就是投入资源促进产业链的转移。这讲了几年了，美国真的做了吗？没有做，都是翻跟斗，不断的在翻跟斗，没有做啊。川普政府就没有做，川普政府都是嘴巴讲，没有政策配套。拜登总统说过啊，我资助你们，给你们去把你们工厂搬走，搬回美国，搬到东南亚去。但讲完就没有了，你没有政策配套啊，有没有做呢？没有做，所以不能够光看它。所以我说，研究政治首先要研究什么？研究政策，它有没有政策？它没有政策，你光讲有什么用？有春风用吗？真的是，我今天好气，老实讲。观点：且不说国际关系，国内关系拜登处理也不一定好。美国现在还是两党内斗严重，完全无法形成合力。国内新冠，这个就是骂拜登了，你自己骂吧，我不帮你骂。提问：
请问王老师，美国情报机构已经有了报告，美国国民或者国会为什么不要求公布真实的报告？真实的报告是我说的，不是美国情报机构说的啊，也就你能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的啊。提问：今天看到新闻说，拜登不顾欧洲盟友反对，坚持按原计划撤军。我不明白他这么做的动机。目前阿富汗的形势已经对美国形象产生了严重的打击。请问王老师，为什么拜登不打算及时止损？他就想把这事情搞定嘛，我走了就算了，不管他了，就这个心态嘛，就这个心态嘛，关我屁事啊！这帮穷山恶水出刁民，我得赶紧走，就这心态，没别的。所以我就讲，他是从政治利益来说，赶紧止损，美国止损，他不是从事情的角度，阿富汗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回事，我得把它拎清，然后怎么样对这件事情有利，他根本不在乎阿富汗人民。虽然他嘴巴讲，我们要把人权、民主、普世价值观放在我的外交中心。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的话，你怎么能不在乎阿富汗人民的处境呢？不可能的嘛！塔利班一回来就出现什么人道灾难呢？塔利班干过什么事情？大家不知道吗？很清楚的呀。你真能相信华春莹说塔利班这次执政他更理性、更包容？狗屁！共产党理性过吗？共产党包容过吗？塔利班能理性能包容？疯了吧？他是一个什么呀？他是个极端的宗教组织，他怎么会理性包容？那你想一下，塔利班一回来，阿富汗就马上会出现人道灾难。拜登总统想的是什么？我赶紧走，我要止损，我不管后面的事情。这就是拜登想的事情。所以为什么盟国说你别走，你走了这个局面就完蛋了。他电话都不接，直接就下令走。下令为什么会走得这么难看？就是因为他连滚带爬嘛。连滚带爬，当然在当地的军人，他当然知道这个局面，他不想走。我辛辛苦苦在这守了20年，我不想让这个局面烂成那样，所以他不愿意能按照那个情况去走啊，就是这样的。这个情况很简单，不复杂。你用心去想一下，你如果是那个情况会是怎么样，就很容易理解。当现场发生，我没去现场，我知道现场发生了什么情况，就是这样。所以美国没有管香港，美国没有管阿富汗，美国不管香港，美国不管阿富汗，你最终你要管你的关岛，你的珍珠港，你最后你还是要守你的洛杉矶、纽约。提问：感觉美国在野党很激进，等在野党真的上台执政的时候就没那么凶了。请问王老师，这是为什么？这不是美国，全世界的在野党都很激进，上台之后就没那么激进了。为什么？因为他解决问题。激进是什么？喊口号，激进就喊口号，反饥饿、反战争，这个可以啊。但是如果你上台之后，你发现国库里面没那么多钱，你能发吗？发不出去啊。所以永远是在野党激进，执政党保守，一定是这样。但是当你保守到一定的程度，解决不了选民的问题的时候，你就下台呗。情况，王老师今天讲香港参选议题，使我想起若干年前内地的选举。当时我拒绝投票，结果我的同学告诉我，系领导说如果不去投票，将给予警告处分。后来同学背地里替我投票。观点：今晚看翡翠台6点半新闻，香港开始对电影制作审查。一直很喜欢香港拍的警匪片，拍得非常好。如果需要审查，估计跟大陆一样，很多内容不能拍，或者拍了也过不了。照着这个发展，香港将丧失创作自由，再也没有反映社会问题延伸出来的好作品，不禁唏嘘。我就讲，
中共现在在香港做的是什么事情？就挖地三尺，要把香港的根基挖掉，香港原来的根基挖掉，种上什么呢？装上什么？装上中共的这套东西。所以这个不是你街头抗争能够做到的事情。所以对于香港人来说，我还是认为，我坚定的认为，最好的抗争就是离开，把房子卖掉，把港元换成美元，离开，这是中共最害怕的。你自己去玩吧，反正香港房子也那么贵，对吗？正好可以套现。情况，澳洲总理莫里森在美英表示不会留下军队在阿富汗后，明确宣布，澳洲军队将继续留下。澳洲人虽少，但骨头最硬。这澳洲牛逼啊，真的牛逼！你看他对抗中共最坚定。对，所以有机会大家去澳洲。观点：建立一片自由民主的土地，要从底层百姓具备坚定追求、愿意为之牺牲的决心开始。李登辉是台湾民主之父，但如果没有总统府之外的民意支持，在那个时代，他仍然无法独立完成民主程序，甚至至今，蔡英文政府的成果也是建立在坚定的民意基础上，非常正确。如果台湾人民没有流血牺牲，台湾怎么会有现在的民主政治？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情绪坐标澳大利亚，肉身翻墙出来，感觉压在胸口的一块石头消失了，非常开心。刚刚加入王老师的会员，愿你的节目越办越好。非常感谢王老师为我解惑，我会坚定的点赞。王老师加油，感谢你啊，感谢你的支持明谢 Stella 吴 Helen 谢谢 Jackie 平谢谢马卫辰谢谢Joshua 黄谢谢Gate 林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